標普、納指 V 型反轉，美股賬戶卻在虧錢。這不是你的錯，是有人故意讓你虧的。最近2個週啊，超過80%的散戶被一個抄底陷阱套牢了。SaaS 軟件股，你以為是在撿便宜，但華爾街卻在瘋狂追漲殺跌。機構做空軟件股的同時，暴拉半導體芯片板塊，讓抄底軟件的散戶朋友們承受了巨大的浮虧。還有比這更慘的，查理在灣區工作的碼農朋友們，很多都在 Roblox、Snowflake、Adobe 等軟件公司工作，他們的股票獎金 RSU 已經接近腰斬。本期節目我要告訴你 ，AI 浪潮之下，軟件股到底有沒有救？哪些公司可以繼續持有，甚至抄底？哪些股票咱們必須盡早做一個決定？這是軟件板塊 ETF IGV 的5年價格走勢，可以看到 IGV 從去年10月28日以來一路扭頭下跌，到4月中旬已經暴跌了36%，現在價格已經回到了2023年9月份的水平。然而從技術面來看， IGV 這波下跌的勢頭非常的強勁，雖然短期之內有空頭回補的強烈反彈，但是它的下一個強支撐需要跌到65到68美元之間，屆時 IGV 距離去年高點117美元，整體跌幅將達到42%，和2022年美股大熊市時的45%的回調幅度相當的接近了。如果我們翻看 IGV 的成分股，會發現那些耳熟能詳的大科技公司，包括微軟、Palantir、甲骨文、Salesforce， 在2026年的收益都在負的20%以下，觸目驚心啊！抄底軟件股的投資朋友們，其實對這些公司的基本面都有非常深刻的了解，也發現他們的 EPS 每股收益其實都處於10%、20%，甚至30%以上的高增長，並沒有任何崩盤的跡象。再看財報，營收在漲，現金流也在漲，華爾街憑啥肆無忌憚的做空 SaaS 軟件呢？真相可能比朋友們想象的更殘酷。機構做空軟件板塊，並不是因為他們現在不賺錢，而是因為 Anthropic 又掏出了像 Claude Matthews 這樣的降維打擊的武器。我們要看清本輪 IGV 暴跌的本質，這不是一次估值修正，而是一次邏輯重塑。過去10年 SaaS 公司的估值邏輯是訂閱數乘以留存率，但隨着 Cloud 大模型這種具備自動修復漏洞、自主控制電腦，甚至擁有超長執行時間的 AI 出現，傳統的軟件邏輯正在崩潰。當一個 AI 代理可以完成一個中級程序員80%的工作時，企業還需要為每一個員工訂閱那麼多昂貴的 SaaS 賬號嗎？這就是為什麼 Anthropic 公司在一級市場的估值已經突破了3800億美元，超過了老牌巨頭 IBM、阿里巴巴的原因。而到了明年 IPO 的時候， Anthropic 上市的市值可能一舉突破6000億美元，比 Visa、強生、美光的市值更高。華爾街看到了 Cloud 大模型在網絡安全和代碼邏輯上的破壞性。如果一個 AI 能夠直接在操作系統層面解決問題，那麼中間層的很多垂直的軟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空頭們認為那些 EPS 高增長的軟件公司實際上是在吃老本，一旦企業的預算被昂貴的 AI 算力 token 迅速吸乾，留給傳統 SaaS 軟件的訂閱費就沒了。很多會員朋友問查理 IGV 跌了超過30%，能不能抄底啊？查理認為，在強大的 AI 吞噬軟件敘事之下，我們最多只能等 IGV 超跌的時候，用小倉位搏反彈，見好就收，而不能左側大舉買入，因為非常容易被買。但是在 IGV 持倉的軟件股中，查理認為有3隻股票能夠在 AI 時代發展的還不錯。雖然可能現在談抄底還為時尚早，但我們確實可以把它放進 Watch List 關注列表之中，等到他們的股票止跌企穩之後，考慮逢低建倉買入。他們就是微軟、Palantir 和甲骨文。因為這3家公司的業務非常獨特，已經脫離了傳統 SaaS 軟件訂閱服務，在 AI 時代，他們的商業模式依然穩固。好，我們先來看看微軟，這只已經套了查理和查理的小夥伴們快半年的巨頭。看看其他的7巨頭成員，除了特斯拉之外，都漲得飛起啊！連之前一直是難兄難弟的亞馬遜、Meta 日前都實現了反轉，但微軟居然還趴在地上軟趴趴的，這是為啥呢？首先，雖然微軟的 AI 故事講得很動聽，但現在的投資者變得很精明，大家都盯着賬本看。
微軟為了建 AI 數據中心，資本支出高得嚇人，而 Copilot 的實際轉化速度也比市場預期的要更慢。其次，也是事關 MSFT 股票最核心的因素 Azure 的增長壓力。現在的市場預期高得離譜，大家都在等4月29日的財報。如果 Azure 的增長率不能突破40%這個生死線，華爾街恐怕還會繼續用腳投票砸盤。當然了，查理認為，納德拉和微軟管理層不管用什麼方式，這次 Q2 財報肯定要確保 Azure 雲服務增速超過40%，越高越好。因為如果 MSFT 股價跌破$350，就實在太難看了。屆時，微軟市值甚至可能在歷史上首次被同在西雅圖的亞馬遜超越，那樣就太傷士氣了。為了實現反轉，微軟已經正式上線了 Agent 365，用於管理和治理 AI 智能體。同時，公司還宣布對 Windows 365商業版降價20%，以期提振短期的銷售業績。此外，和其他大公司一樣，微軟也重啟了裁員的方案，以此來降本增效，讓財報上的利潤數字更好看一些。4月6日，首席人力資源官 Amy Coleman 確認，微軟人力資源部正在進行大規模重組，以優先推動 AI 部署。這包括成立一個新的勞動力加速團隊，專注於在 AI 時代對員工進行技能再培訓。分析師認為，微軟在 AI 基礎設施上的開支巨大，為了維持利潤率，公司必須在人力成本上進行極端的控制，即所謂的以人換算力。微軟正在通過嚴格的重返辦公室政策和崗位重新定義，引導部分傳統職能員工自願流出，從而在不發布頭條新聞的情況下實現季末裁員。對於軟件之王微軟，查理的觀點是，雖然人工智能確實可能壓縮 Office 365等軟件服務的收入，但是 Azure 雲服務才是決定了微軟在 AI 時代重生的關鍵。大家要明白一個底層邏輯 ：AI 不是空中樓閣，它是需要吃掉巨量海量算力的巨獸。不管你是做 AI 大模型、搞自動化營銷，還是開發 AI 智能體，你都繞不開底層的基礎設施。現在的 Azure 已經不再是一個純數據的地方，它正在變成 AI 時代的電力公司。看最新的數據，微軟雲服務的收入佔比已經衝到了總收入的63%以上。這意味着微軟已經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改造。即便以後沒人買單獨的軟件了，只要全世界還在跑 AI， 只要開發者還需要調用算力，他們就得給 Azure 交買路錢。而且不知道大家發現了沒有，微軟現在不滿足於只給 OpenAI 當二房東了。納德拉正在加緊開發自研大模型 MAI， 同時還在瘋狂砸錢搞自研芯片 Maya。MAI 大模型不僅能大幅降低 Azure 的調用成本，更能實現微軟與 AI 的深度垂直整合。以後你用的 Copilot 底層可能就是微軟自家最適配、最省錢的模型，而不再需要給 OpenAI 付授權費。再來看芯片，現在市場上英偉達的 H100、Blackwell 和 Rubin 架構簡直比黃金還貴，而且黃仁勳每過2年就出新款，讓老款芯片買入就貶值。微軟自研的 Maya 加速器就是為了給自家的算力中心減負，不再受制於英偉達的更新換代、產能瓶頸。這也是為什麼查理說微軟有未來。它不僅有 Azure 這個龐大的軀幹，現在還在給自己安裝自研的心臟和大腦。這種從芯片、模型到雲服務再到應用層的全瞻控制力，才是微軟在 AI 時代能夠實現重生的最強底牌。它已經不是我們印象中那個賣 Windows 系統的老牌軟件公司，而是一個正在武裝到牙齒的 AI 算力帝國。這是 MSFT 股票的月線交易圖，大家可以看到，雖然微軟的20日、50日、200日均線全部都呈現扭頭向下的趨勢，但是它在3月底形成的絕對底部$356依然沒破，目前來看是相對穩定的。更關鍵的是，過去2周，微軟雖然反彈的力度不如大盤，但是垃圾中透露出頑強，還是緩慢反彈的走勢。到了4月13日 ，MSFT 股票已經從$360反彈到了$380以上，是築底甚至反轉的早期信號。還有2周就到微軟 Q2 的財報，我們需要密切關注納德拉和微軟管理層何時發布 MAI 自研大模型。如果能夠和 Meta 那樣提前發布自己的 LLM， 微軟股價肯定可以爆發性的漲到$400以上，就此開啟右側反轉的走勢。不然就只能維持低位底部震盪磨時間，等到今年夏天，屆時如果有更多好消息出來，MSFT 股票也肯定能夠 V 回來的，
只是需要更多時間罷了。那对於微軟的股票，CI 人工智能投資系統給出的是綠色買入的信號，在$375附近分批建倉買入 MSFT，然後拿上它2到3個季度的時間，微軟肯定能夠給投資者帶來相當不錯的回報。這是因為公司的財務狀況相當健康，它和強生是全球唯二的信用評級高達 AAA 頂級的巨頭。在2026年複雜的宏觀環境下，微軟擁有比主權債券更強的抗風險能力和靈活的舉債能力。這種現金奶牛屬性結合其在 AI 雲計算領域的統治地位，使其成為兼具進攻性與防禦性的核心資產。雖然查理的 CI 投資組合持有的股票當中，微軟是唯一被套牢的，但是個人依然對 MSFT 的復甦保持強烈的信心。事實上，最近一段時間，我們也有小幅加倉買入微軟，也會耐心的持有它，直到股票重回高點。除了軟件之王 IGV 中真正的雲服務基礎設施公司，還有甲骨文 Oracle。雖然我們過去半年一直報道甲骨文千億債務、股價暴跌等不利新聞，但是從長遠規劃來看，拉里·埃里森的豪賭確實有道理。大家想一想，如果 Oracle 不選擇 all in 雲服務，它現在的下場會是什麼呢？它很可能和 Adobe 甚至 Salesforce 一樣，雖然在應用層面很強，但在 AI 時代最缺算力、最缺底層架構的時候，很難有翻盤的機會。應用層軟件很容易被 AI 重構甚至取代，但 AI 運行所需的土壤，也就是雲基礎設施和高性能數據庫，是繞不開的剛需。這也是為啥最近創新雲服務公司 CRWV、MBIS、IREN 的股價又集體暴漲的原因。為了節省開支，甲骨文最近全球裁員20%，為建設 AI 數據中心、購買 GPU 芯片省下資金，同時還要償還沉重的債務利息。朋友們可以看到 ，ORCL 股價自去年10月份以來，已經從$300以上一路跌到了$140附近，整體跌幅超過50%。而且，就算是股價砍半之後 ，Oracle 的本益比也有25以上，比微軟、CRM 等軟件股還高一些。截止到今年4月份，甲骨文的長期債務已經高達$1247億，比2025年年初增長了66%。2026財年的資本支出預計達到史無前例的$500億，這就意味着甲骨文每賺的1分錢都投入了數據中心和芯片裡。那麼，我們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看到甲骨文的營收開始爆發，財務狀況得到顯著改善呢？根據查理掌握的資料 ，CI 系統認為，甲骨文將從2027財年，也就是今年6月份開始，收入較原先的水平大幅上調，大概從$500到$600億暴漲到$900億。目前甲骨文手裡握着高達$5530億的剩餘履約義務，也就是已簽收但未收錢的訂單。隨着2026年下半年數據中心的陸續交付，這些紙面上的訂單將開始轉化為實際的現金流。此外，管理層已明確表示，在2026年年初完成了約$500億的債權和股權融資之後，今年剩餘時間不再發行新債。分析師普遍認為，甲骨文的債務瀑布要到2027財年之後，即2027年上半年才會出現顯著的下行。屆時 ，OCI 雲基礎設施帶來的高毛利現金流將足以覆蓋每年的巨額資本支出，並且開始大規模償還舊債。考慮到股市通常提前3到6個月反映基本面拐點的規律， Oracle 股票的 V 型反轉向上啟動的時間點，很可能在今年的6到8月份，離現在只有不到2個月的時間了。我們需要密切關注甲骨文在6月初的財報。屆時，如果埃里森能夠拿出數據證明那5500億積壓訂單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轉化為現金流， Oracle 股價的反轉將正式確立。屆時，查理也會為朋友們帶來及時的更新，請大家保持關注。那今天甲骨文股價單日大漲10%，從$138反彈到了$153，說明市場還是很看好 Oracle 在雲服務方面的未來。隨着近期裁員計劃的完成，投資者預計針對 SaaS 和 NetSuite 部門的成本削減，有助於甲骨文把資金投入到高增長的 AI 和雲基礎設施當中。在最近一個財年 ，OCI 雲服務的收入飆升了84%。對於 Oracle 的股票，查理認為它的復甦時間要比微軟更長一些，主要原因還是它背負的1000億美元債務，使得甲骨文需要幾個季度的時間等待它的雲服務賺來的錢能夠超過高昂的利息支出還債壓力。
當然，從股價層面來看，好消息是甲骨文在2月初、3月底形成了雙底部的結構，已經相當穩定了。大家可以看到，在136到138美元的位階，Oracle 股票形成了一個長達2個月的底部形態，非常不錯。CI 系統認為，在接下來幾個月，如果您有倉位，而且對甲骨文公司有信心，那麼可以在135到145美元之間分批建倉，逢低買入 Oracle。然後等到今年下半年6月份之後，甲骨文股票大概率可以實現 V 型反轉，我們只是需要保持耐心就可以啦。好，聊完了雲服巨頭微軟和甲骨文，我們來看看第3支能夠在 AI 時代發展的軟件公司 Palantir。雖然我們在上期節目中報道了大空頭 Michael Burry 看空 PLTR， 因為 Anthropic 的 Cloud 大模型正在瘋狂搶佔 Palantir 的企業級市場，但是大家要記住 ，Palantir 的本質是一家擁有紅色基因的頂級國防承包商。它的創始人 Peter Thiel 從2016年開始就支持川普競選美國總統，甚至還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過演講。此外，他還是副總統 J.D. 旺斯在2022年競選參議員時的主要金主，並被認為在特朗普選擇競選搭檔時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在特朗普的第2個任期之內 ，Palantir 獲得了巨額軍方合同，其中包括了 Maven 智能系統。該項目的預算上限到2029年已增加至13億美元。Palantir 還繼續為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ICE 提供數據分析。雖然 ICE 已經聲名狼藉，但是公司依然是現任政府維持邊境安全和驅逐移民策略的基石。那在國防領域 ，Palantir 的 AIP 系統已經深入到美軍的 Titan 項目當中，用於處理實時傳感器數據，進行目標識別和全自動後勤保障。這種把 AI 武器化的實戰經驗和極高的政治准入門檻，是任何一家純大模型公司都無法在短時間內跨越的鴻溝。對於美國國防部來說，大模型可以隨時換成最新的，但承載這些模型的底層骨幹網只能是 Palantir。所以查理的觀點是，即使商業市場有競爭，只要全球地緣政治依然緊張，只要數字化戰爭是未來的唯一選擇， Palantir 作為 AI 時代的洛克希德馬丁，它的地位就穩如泰山。那相比於微軟和甲骨文 ，PLTR 股票目前還沒有出現比較穩固的底部形態。大家可以看到，它在上周五創下的階段性底部位置在123美元，比2月底的低點126美元還要略低了一些。而且在3月中旬，得益於美伊衝突升級，國防板塊的股票有一波不錯的反彈行情。當時 PLTR 上漲到了200日均線附近，也就是大概159美元。然後就又被賣了回來。今天雖然隨着軟件板塊的集體反彈 ，PLTR 股票重新回到了133美元，但不保證未來又被賣回去。考慮到 Palantir 的 PE 本益比依然高達200倍以上 ，CI 系統建議我們可以再耐心等幾周的時間，等到 PLTR 股票走出了比較穩定的底部結構之後，再加倉買入 PLTR。現階段在128美元附近，可以小倉位抄底，但不能重倉。公司還有一個潛在的風險是，如果今年的中期選舉，民主黨翻盤參眾兩院，對於國防開支的控制可能進一步收緊，這也不利於 Palantir 這樣的大型承包商，朋友們需要注意一下。總的來說 ，PLTR 肯定能夠在 AI 時代有不錯的表現，只是現在還處於左側回調階段，我們不需要貿然重倉抄底，還可以再等等。好，聊完了軟件股，我們來看看標普500指數的走勢。可以看到，自從4月7日，川普總統宣布和伊朗停火2周，舉行雙邊會談以來，標普500指數就持續反彈，現在已經站上了125天移動平均線。這一技術指標的收復，通常被視為中期趨勢轉強的信號。雖然上周六在伊斯蘭堡舉行的首輪會談中，美伊雙方並未達成實質性的共識，但市場目前的反應依然保持極大的克制與韌性。那麼，為什麼市場沒有因為談判僵局而崩盤呢？這是因為拉鋸戰本就是預期中會發生的事，長達數十年的夙願不可能通過一次會談就徹底化解。只要雙方還在桌子上談，而不是在霍爾木茲海峽開火，市場就願意維持橫盤不動。此外，為了拿到更好的條件，美國中央司令部宣布在4月13日上午對伊朗實施海上封鎖。此次封鎖主要針對所有進出伊朗港口的船隻，包括波斯灣和阿曼灣沿海的所有伊朗港口。川普總統已指示美國海軍攔截任何在國際水域向伊朗支付
通行費的船只，並且開始清理伊朗此前在海域布下的水雷。當然，好消息是，伊朗外交部長證實，美伊雙方目前存在分歧的點只剩下2到3個，比最開始列出的10點要求要少了很多。要知道，除了美國之外，亞洲、歐洲的主要經濟體都高度依賴中東出口的石油，包括日本、德國、中國在內，他們都可能向美伊雙方施加壓力，確保談判的成功。如果我們看 WTI 西德州原油價格，會發現，雖然油價仍在隨着消息面而劇烈震盪，但是 WTI 的20日均線，也就是圖中淺黃色這條曲線，已經從上升趨勢逐漸走平，斜率由正轉為平坦，這絕對是一個好消息，說明美國的油價正在企穩。雖然不太可能一口氣回到2月前的70美元以下，但是如果穩定在90到100美元之間搖擺，相比於之前最糟糕的預期，油價衝到150美元甚至200美元，要好太多了。這也是為什麼標普500指數重新站上了200日均線，而且20日、50日均線也開始止跌反彈，扭頭向上走。查理還是維持上期節目的判斷，標普納指接下來最可能的走勢依然是震盪上行，在一片懷疑聲中實現新的突破，我們就坐穩扶好即可。當然，如果局面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 CI 系統也會在第一時間通知會員朋友們，屆時我們再做新的防禦性布局。現在還是以 buy the dip， 有回撤就抄底為主。這是今天美股市場的盤面，可以看到上周表現非常疲軟的微軟，今天終於硬了一把，領漲7巨頭，而防禦性板塊的龍頭沃爾瑪、禮來等有小幅下跌回調。實際上 CI 系統認為，接下來美股資金的板塊輪動方向很可能是重新擁抱以巨頭為主的大科技，而今年開年漲勢喜人的非必需性消費板塊、醫療保健板塊表現很可能更為弱勢。換句話說，我們又將重回去年10月之前由科技股主導的美股牛市行情，請朋友們做好準備。好，聊完今天的主題，我們來看看截止到4月13日 CI 人工智能投資系統的最新倉位配置。我的 AI 系統會根據每天更新的金融數據，包括標普500指數的走勢、美債殖利率的變化、全球央行的流動性、大宗資產價格的波動，來對美股、短債、黃金和比特幣的持倉比例做出必要的調整或者維持不變。和上期節目一樣，系統建議把股票部位的比重維持在 80%， 把超短債的比例維持在 10%， 剩下 10% 的倉位可以平均分配給黃金和比特幣 ETF 做通脹的對沖。在指數層面，標普500、納斯達克100、科技指數都高於系統給出的買點，我們不需要着急追高買入。在個股層面，系統推薦了3隻科技股，分別是微軟、默克和強生，他們的買點也以綠色數字標了出來，朋友們可以參考一下。接下來是 CI 投資組合的情況，可以看到我們的賬戶隨着大盤的反彈，最近漲勢相當不錯，從3月底的84萬5千漲到了今天的88萬6千，漲幅達到了 5%。查理預計，接下來幾周 CI 投資組合還將延續持續上漲的強勢表現。今天漲幅最大的投資標的分別是亞馬遜、QTOM， 都有超過 3% 的短期收益。我們依然以科技巨頭的股票或者指數為主，是進攻型的資產配置。和往常一樣，未來 CI 投資組合如果有新的持倉變化，我也會及時更新，請朋友們保持關注。如果你想第一時間得到 CI 投資組合的全部信息，可以加入查理的 YouTube 頻道或者 Patreon 會員，你會獲得實時更新的交易細節，不用等到下一個節目。此外 ，CI 投資會員還將收到查理斯姆今日宏觀經濟展望以及 YouTube 頻道內容獨家搶先看的權利。好，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查理的個人觀點不構成投資建議。您認為微軟何時右側突破？請在評論區留下您的觀點，我們一起討論。如果我的節目對您的投資決策有幫助，請您多多幫忙點讚分享。查理非常感謝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我也會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場中成長。祝您投資順利，心情愉快。我們周3的節目再見。